这是一份120年前的奏折。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清政府设立自强学堂。1893年11月，中国第一所具有近代高等教育特征的新式学堂诞生。自此，武汉大学翻开了120年的恢宏历史。20世纪初叶，沿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书院式大学教育开始了近代善变。1902年，自强学堂更名为湖北方言学堂。1913年到1926年间，学校又数次更名。1928年，在蔡元培先生赞同并鼎力支持下，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，一所地处9省通衢之地、肩负文化之中枢的泱泱学府就此诞生。首任校长王世杰先生的办校理念是：武汉大学不办则已，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、一流水准的大学。1928年盛夏的一天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来到东湖之滨的罗家山，为武汉大学新校舍刊选校制。武汉大学新校制确定后，闻一多先生以诗人特有的才情和灵性，将罗家山更名为意蕴悠远的珞珈山。武汉大学新校舍设计气势宏大，布局精巧，融汇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与西方建筑元素精华。各个单体建筑借助山体气势的烘托，方圆交融，高低有序，体现了建筑功能与珞珈盛景的诗意交融，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学建筑。建校伊始，易雅各先生以林学家的眼光，科学规划校园植被，带领师生垦荒种树。科学的植树造林，使珞珈山有了迹象分明的植物景观，武大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。郭沫若先生称赞珞珈山为物外桃源。他后来回忆道，宏长的校舍在珞珈上，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宫殿。山上有葱茏的树木，遍地有畅茂的花草，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。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，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。1938年3月，武汉形势危急，武大被迫西迁四川乐山。乐山8年，武汉大学秉承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，在艰难困顿中铸就了辉煌的学术殿堂，是当时中国4大名校之一。国难深重，前方将士效命疆场，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。在乐山，100余位教授抱定这一信念，传承学术的薪火。吴其昌教授在疾病缠身之际，
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文史著作。钱戈川教授校阅多达1300余页的英华词典，功成之日，亦是病倒之时。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先后2次访问乐山，对五大学者执着坚韧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。1946年，五大复原珞珈山市，已形成文、法、理、工、农、医6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。1936年到1949年间，五大师生在英国自然、美国科学2大世界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，为武大在国际上赢得了学术声誉。时序更迭，从容和缓，时代变迁，风起云涌。历经数十年的磨砺成长，上世纪40年代，武汉大学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杰出的大学之一。武汉大学的学运沉浮与复兴之路，与中华民族的国运兴衰和复兴大业紧密相连。武大历史上有30位赤诚学子成为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，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，有5位是武大人。冯特民、李汉俊、陈潭秋等近100名武大师生，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1937年，抗战爆发，武汉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心。国共2党曾在珞珈山携手共谋抗日大计。在一次次爱国救亡运动中，武大学子挺身而出，救亡图存。被誉为珞珈3女杰之一的苏雪林教授，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购买黄金51两，捐赠抗日团体，一举感动国人。这是一份抗战后期在学校保留学籍，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武大学生名单。古来征战几人回，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时光并没有磨洗掉人们的记忆。武汉大学永远为自己的学子保留着学籍。老图书馆，武汉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和精神象征。它的美丽不仅在画角飞檐、琉璃碧瓦，更在它底蕴醇厚、血脉绵长。尊重学者，弘扬学术，是100年武大生存发展的精神根基。武汉大学各个时期都拥有国内一流的学者。早在自强学堂时期，就有一批著名学者任教。国立武汉大学建校后，王世杰校长、王兴拱校长等求贤若渴，广揽人才，迅速集聚了一批阵容庞大的高水平学者群。板凳干坐10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，是武大人的治学境界。唐长如教授笔耕数载，就这微弱的桐油灯光，写就了享誉史林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。文革中，王之卓教授冒着风险收集研究外文行册资料，成果斐然，被誉为中国摄影测量与遥感之父。以天下为己任，是武大人的胸襟。
1977年8月，武大学者查全信当面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制度，促成中断10余年之久的高考重新恢复，无数青年人的命运因此得以改变。1年后，陶德林教授投身真理标准讨论，旗帜鲜明地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宗福邦教授18年伏案，好受穷经，拼出堪与辞海比肩的辞书巨著《固训汇纂》。朱英国院士40多年潜心培育杂交稻良种，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。桂希恩教授与艾滋病人同吃同住，求证科学防治。一个教授的5年，惠及整个民族500年。李达先生在武大任职校长达13年，被称为为学术而生的人。即使在极左年代，他仍然坚持教学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。一位学子在他的塑像前写下这样的诗句：老校长，我就站在你不朽的像前，感知75年前你的声音和微笑，看你的脚窝里如何生长出一株又一株优秀的乔木。历史一页页翻过，沉淀下来的是一代代武大学人沉潜学术、探求真知的学术风骨。正是他们撑起了武大的脊梁，塑造了武大的精魂。东湖之滨，落家山上，这是我们亲爱的学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武汉大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。1952年，列为直属国家教育部的综合性大学。1958年9月12日，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，这是他一生中正式视察过的2所大学之一。上世纪80年代，武汉大学推行多项创新举措，给学生提供自主性学习、创造性成才环境，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潮流，被誉为高校中的深圳。2000年，跨越3个世纪的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、武汉测绘科技大学、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。4校合并，强强联合，优势互补，成为中国高校合并的成功范例。武大注重文化引领，推出一大批具有原创观点和前瞻性的纲鼎之作，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智囊团、思想库。韩德培，新中国国际司法学的一代宗师。吴宇瑾，中国世界史学科框架体系的创立者之一。谭重台，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。他们既是武大学术的传心者，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。在自然科学领域，武大构筑一方科研高地，这里集合了15位2院院士，测绘科学与技术、地球物理学等优势学科走在全国高校前列。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在载人航天、北斗卫星导航定位、三峡工程、南水北调、南北极科学考察等众多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中，都有武大人的贡献。
求知在武大，成才在洛家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倾听两院院士讲授世界前沿的科学知识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选择各类基地班、双学位班、中外合作班、跨学科试验班，发挥特长，伸展个性。创新、创造、创业的教育理念，自由开放的校园文化，成为学子成长成才的精神沃土。上世纪30年代初建成的武大学生宿舍，以老斋社命名，意在学子不慕繁华，潜心向学。湖山凝重，校园青葱，一代代学子把青春岁月留在了这里，一位位校友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。这是一所厚重古朴又青春飞扬的大学，一所自强不息、追求卓越的大学，一所敢于担当、勇于创新的大学。洛家风华尽远，历经120年，跨越3个世纪，武汉大学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，成为一所世界级大学。自强、弘毅、求是、拓新，今天的武汉大学正以顶天立地的豪迈情怀，在建设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道上阔步前行。